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生活中常听一些人说，最近老是心火旺，睡不着觉，晚上翻来覆去，心里很烦躁，就是睡不着。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心火旺的表现。心火大，除了入睡困难之外，还经常伴有口干舌燥、五心烦热、舌尖发红、额头长痘、口舌生疮、心悸失眠等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清心降火的穴位。第一个穴位，少府穴。少府穴是手少阴心经的营穴，具有清心泻热、调心宁神的作用。少府穴的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讲：手握拳，小指指尖所指的地方就是少府穴所在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整个穴位我们可以用拇指插按的方法按揉，一按一松为一次，每次插按5分钟。第二个穴位，劳宫穴。劳宫穴也是心包经的营穴，营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热泻火。劳宫穴具有清心热、泻肝火的作用，也是平时急救要穴之一。劳宫穴就在我们的掌心之中，当我们握拳、屈指、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。找到劳宫穴，我们也是用大拇指点揉，轻轻压住，做旋转点揉，每次点揉5分钟，左右劳宫穴都要点揉。好，如果晚上因为心火大而睡不着觉的人，可以按揉以上的2个穴位，清心降火，让你晚上睡个好觉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远离失眠的烦恼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所有身体不得劲的人，可以试试道家绝活金刚坐，跪了半个月，盘活全身气血，脾胃好了，心不烦了，睡得更香。下面分享金刚坐的正确坐姿。没有练习过的朋友，可以在稍微远一点的垫子或床上坐，双膝并拢，跪在垫子上，上身挺直，腹部稍稍内收，脚跟并拢，脚背平放在垫子上，接着慢慢的坐在脚后跟上，不要直接将全身重量压在脚后跟上，想象在身体里从尾骨到头顶有根线连着，并且这根线要轻轻向上提，这样才能减轻腿部的压力，防止腿部发麻。然后双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。饭后10分钟练习金刚坐是最好的，每天练习10到20分钟即可。一开始练习时可能腿部位微微发麻，感觉发麻时把腿伸直，按摩一下，接着再练习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体的气血不易一下子引到脚底，跪坐还能刺激到小腿胃经，使血液充盈到足三里穴。中医常说肚腹3里流，说的就是足三里穴对调理脾胃有着强大的作用。当你感到脾胃差、容易胃胀气、消化不良时，不妨练习一下金刚坐。金刚坐的好处真的非常多。当你心烦意乱、思虑太多时，练习金刚坐可以让你平静下来。劳累了一天，睡前做做金刚坐，可以快速缓解身体疲劳，更好的进入梦乡。练完金刚坐，不要急着起身，可以接着练跪坐俯身，保持着跪坐，两手上前伸直，上半身缓缓往前俯趴下来，额头贴在垫子上，上身尽量前伸下压，保持这个姿势10秒，然后缓慢恢复坐姿，再反复俯身10次。正所谓筋长1寸，延寿10年。做跪坐俯身的动作，能拉伸到两肋和后背的筋骨，有助于肝气生发，缓解身体疲劳。所以当你心情烦躁，控制不住情绪，老想发火时，多做一下这个动作，疏肝理气，舒缓情绪，
改善心情。好，这么好的做工，我们最好每天练习一下，给身体回血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我们五脏六腑都有相关的养生穴位，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养胆护胆的经外奇穴——胆囊穴。这个穴位男女老人都可以用。胆囊穴在小腿外侧上部，当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，就是阳陵泉，再直下2寸。在阳陵泉直下2寸左右，脚压痛最明显的地方，穴位就在这里。脚的位置用拇指指腹点油。胆囊如果有问题，点油到都会比较痛，这个是正常的。要坚持点油，每次点油5到10分钟，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。我们常常点油就可以利胆通腑，同时你还可以收获防御和消除某些精神刺激，比如大惊大恐等等这些的不良影响。因为胆合于肝，助肝疏泄，以调畅气机，我们肝胆相济，人的情绪心理就会调和稳定。遇到剧烈的精神刺激，对人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很大，恢复也比较快。如果是遇到刺激，老是导致做噩梦惊醒，那就要多坚持点油这个穴位。有句话，凡10脏取决于胆，所以在养生里，胆的功能正常，其他脏腑就会小得问题。尤其是现在胆囊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更要坚持用这个穴位。无论男女老人都可以用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肺为焦脏，不耐寒暑。我们的身体中只有肺是通过鼻子直接和外界接触，所以遭到外邪侵袭的机会要比其他脏腑要多。一般最常见的就是肺阴虚，尤其是小孩和中老年人是比较容易有肺阴虚。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经常出虚汗，睡觉的时候也会出很多汗，有些人嘴里还会有发霉的草味，特别容易感冒，还有往往在凌晨早醒等等。有肺阴虚了，除了遵医嘱，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个穴位来做保健，这个穴位就是合谷穴。合谷穴这样讲，在手背第1、第2掌骨间，当第2掌骨桡侧的中点处，就在这里。脚的位置，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按住，然后点油，保持适度的宣降微痛感。左右的合谷穴各点油5分钟。我们的肺喜好是收敛，所以肺虚了，平时可以多吃点鲜味的东西，少吃辛辣的东西，因为辛辣是发散的，吃多了会让肺更虚。好，肺阴虚的人多用合谷穴。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